这边小小的一个河堤，特别窄，全是人啊！你以为看到的洱海是这样的，实际上是这样的。那儿好像没有我们的位置，你看全都是商拍，那边墙树都要排半天，这不比那边好。现在是早上8点，对面的苍山，太阳已经多出了一大半了，但是没起来呀。阳光正好到海岸线上，这是酒店的大厅。你先拿，我去占个位置。这是早上餐厅外的窗景，太阳一照，好漂亮。这家酒店的餐厅位置绝佳，一边吃饭一边欣赏窗外的美景，早饭都会多吃点儿。餐品的种类也很多，也比较有当地特色。除了常规的品类之外，还有很多当地特色的蘸料小食和甜品等等。比如昨天在大理古城买的烤豆浆，这里早餐就提供了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石毅。今天是我们在大理的第2天。昨天我们去了崇圣寺、三塔和大理古城，今天我们要去洱海边转转。这边是有环洱海的巴士的，但是我看了一下，它要1小时一班，而且乘坐前还要预约，我觉得太麻烦了。网上推荐比较多的就是才村附近，我们也选择了从这里开始。从酒店打车到才村的路上，左侧就是苍山。可以看到苍山脚下茂密的植被，随着山体升高，植被渐渐稀疏，直到山顶露出了山体本身的颜色，有些地方还被雪覆盖。苍山也有缆车可以游览，登高望远整座城市。这次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放弃了爬苍山这条路线。我们在才村，要去才村到龙龛码头，这里可以租电瓶车和自行车，我们准备都不租了。这就是才村海边的路，然后右边就是洱海了，可以租自行车，也可以租电动车，去那个亭子那边转转。这边可以上到那个亭子里，然后那边那个房子是不能上的，上面停了好多海鸥。这边小小的一个河堤，特别窄，全是人啊！要是旺季，那不得塞满了人。咨询一下这个车怎么走，这都有，那坐这车也行。这个摆渡车左侧是往北的，往南走是走右边那个站台去上车去。没人啊，这个不是，这个是这个呀。我去问这个人，他这直接买。你好，这个小敞篷买完了是需要验证一下的。从才村码头到龙龛码头10块钱，没有人说坐这个摆渡车呢。高手急停，阳南西五棵松三圣岛龙龛才村。网上关于洱海生态走廊摆渡车的介绍少之又少，绝大部分都是租自行车和电动车的帖子或视频。摆渡车的站台也很不明显，所有信息都要靠自己去问，整个地方没有规范的指示牌提供游客信息。才村码头没有看到啥很好的景色，不推荐大家过来。这里游客集中，是很好宣传大理的地方，比如介绍一下三塔古城、其他古镇以及海东一些湿地公园的美景等等。这样不仅更加全面地介绍大理的美景，还可以分散游客，避免游客集中，游客体验会更好，还能让洱海周边那些冷门区域的居民同样受益。然而并没有。有些其他的城市恨不得贴游客耳朵边，告诉游客我这里还有啥好玩的，你得去。这里真的不一样。然后也不报站，那个车都不知道到哪儿了，反正10块钱就一站，我就自觉的下了车，人太多了。
你以为看到的洱海是这样的，实际上是这样的。对，你看它的时候，应该把这些所有的人都应该自动 P 掉，它只有山和海。哎，咋说呢，人太多了。小车不错呢，10块钱就可以走这么远。这中间的风景，我觉得其实也就一般，就是所有的都差不多，都是沿着洱海这样嘛，所以可以坐那个车。朋友们，人太多了。人比那个海鸥都多，我都不敢想，忘记人得啥样了。但是它，咱们就去那个门口那儿待一下就行了，那儿好像没有我们的位置。你看，全都是商拍，对，就这样吧。就是昨天晚上的打包的饭。来吧。不过今天的午餐老丰富，有草莓，有酸奶，还有糖醋排骨。这里人就少很多了，你来这里逛吧。那边对面全是人，不要在那边挤着。这么好的风景，人太多就不好看了。这是苍山洱海，这个小码头的人密度非常合适，没有人挤人。看这个水面泛着光，好漂亮。那个柱子上有一只小鸟。生态走廊就这样了，我们去坐洱海的游船了。看评论大概需要1个半小时，130票价。好，走吧。A few moments later， 我们坐游船的计划泡汤了，因为打车司机过不来，就是非常窄的一条路，2个车对上了，还人家村委会上了个厕所，然后继续去那个生态走廊，继续往南走。哎，这是计划赶不上变化。我们在三圣岛，这个我感觉，哎呀，不要再我上午去那个地方，小地方反倒比那边对，就是这几个这个地方非常好。这边越来越是那么回事了，是那个意思，因为这边人少，好，就溜达起来就非常的舒适了。强烈建议大家坐车啊，就直接从那边坐2站，或者直接打车到这里得了。那头是真没看。就那个财村码头其实不好看，也就那样吧，人还多，还垃圾也多。好的西瓜汁，看多少钱？看了一下，这价格好牛逼，一杯咖啡60-70。你就是买个位子。好，我们就坐在了路边的地上，立省130，喝着矿泉水。它这个摆渡车挺推荐的，像咱们这个年纪，还有更大的年纪的人，对吧？他就不喜欢骑这种车了，自行车和电动车。年轻人有体力骑还可以，其实是提供了这样的交通方式的。贵是真的是贵一点。拍照这里溜达溜达，就是网上铺天盖地的那个，让租自行车、租那个电动车，坐那摆渡车挺好的。但是问题在哪里呢？就是我们到了当地都没有研究出来这个摆渡车的规则，它只标出了哪站到哪站，哪站到哪站。规则我知道，它每一段大段是那个，然后中间每个有几个小站，然后每一站需要上车的话交10块钱一个人，这会很麻烦。其实我觉得这做攻略的门槛实在太高了。我怎么感觉哪里都不太对呢？就是哪里不对，我又说不清楚。这个页面是扫了收费码之后才能获得的页面，你要想上车前知道这些信息，绝对不可能。这个直接写4站票不就行了吗？写个全程票是为了让我误以为全程会便宜，手抖一下直接买个全程票吗？而且如果我花40块钱从首站到尾站，是中途不能下车呢，还是说中途站点可以下车，招手可以随时上车呢？我们再来看看右下角乘车须知的内容。我不明白，这张图打印好展示到洱海廊道的站台上，成本很高吗？想知道这个页面信息是哪个服务号里的内容吗？嘿嘿，不告诉你。因为整个账号里就这1页内容是干货，其他全是广告，广告不限于咖啡、旅拍等等。我们再来看看租自行车和电动车的价格，分淡旺季、半小时计价，来看看你心仪的交通工具价格怎么样。这么一比较，其实摆渡车也没有很贵，大狗车淡季租2个小时就赶上摆渡车的价格了，要不说叫特色交通体验呢。旺季租3天自行车的价格就可以买辆新的，但是你不要买，因为这里不允许自带载具。今天我们获得的所有信息都是碎片化的，而且都是通过第三方平台或者现场自己去问获得的，真的身心俱疲。
看到了吗？都没有人。在那什么财村那边抢树都要排半天，看这不比那边好。我们走了10来公里吧，大概也都是水里的树、岸上的树、长叶子的树、没有叶子的树，然后草撑到里面的石头、小堤坝，对不对？然后一堆鸟，没了。对，就是这些元素组合在一起，稀稀拉拉的人，对吧？在运动，在观光，看在走路，看。多么的悠闲！我没有想到最后这点时间还挺好，可能就是不想让我去坐游船，就是想让我看看这儿吧，能放松一下。推荐给大家，让大家不要再挤在那几个地方。是，这里的景色，想拍照的什么都不缺，环境还特别好。最后一个细节，一定要从南往北去玩，因为这样是背对太阳走的。高原的太阳特别烈，我俩从北向南走的，晒得脸疼。我们今天吃傣族菜，一个大份的手抓饭，这里料好多，柠檬、黄瓜、西红柿、土豆丝、芒果丝，还有洋葱，还有腰果，点了个酸饺汁，特别像酸梅汤啊！对呀，刚想说，哦，还有节目，好了，还需要干嘛吗？这边给你介绍一下吃法。啊，好呀。左手戴手套，然后右手拿那个筷子。然后把中间的3色米饭给它铺在手掌心上。然后加点自己喜欢吃的菜啊，然后蘸点这两边的蘸料啊，然后包成饭团就可以吃。明白了，谢谢。不用谢。然后这个是腌菜糕啊，可以蘸点这个烤肉，它解腻。好。然后这个是腊米酱，可以蘸点这边的黄瓜，有这边的这个烤肉。好，谢谢。还教我们怎么吃。辣懵了这个鸡脚，你咋都不说话了呢？辣懵了呀。就纯辣的是吧？跟我在重庆似的辣的是吗？左手戴手套，把这些米饭放在手上，是加了一些天然的色素啊，加个黄瓜，上面盖点黄色的米饭。算了，不要黄瓜了，我就加了点木耳，然后给它捏起来。这是木耳馅的。这大盘手抓饭包含傣味烤肉、傣味烤鱼、烤鸡都全是。云南土猪腊肠、木姜子小炒鸡、炸菌子、傣味拌木耳、黄瓜菠萝饭、西瓜生菜、3色米饭、纳米酱腌菜糕。这个鸡脚啊，辣的慢，然后它退辣的速度也慢。对，我不知道为什么这种辣特别好神奇，就是你吃一个还辣不起来呢嘴里，然后你继续吃就很辣了，还不错。这家店是在个商场里的餐厅，口味比较大众化，不差，但也没有特别突出。想吃正宗的傣族菜，应该是去西双版纳吃吧。视频就到这里吧，下期再会。